Salary here like minimum 700 or 800. 1800。800. 建造成本是20万，然后地是4万。这一段一定要录下来啊，一定要放出来。二战前夕，苏联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就侵占了波罗的海3国，而这个3国就是现今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接下来跟着镜头走进苏联解体后并恢复主权并加入欧盟的这3国，现今过得怎么样？欢迎回到阿珂在路上的频道，这期呢就正式开启波罗的海3国之旅啦。我将从圣彼得堡呢坐大巴前往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再南下到拉脱维亚、立陶宛。说起爱沙尼亚，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没什么概念啊。它是一个面积45000平方公里、人口130万的小国啊。那么趁着候车期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爱沙尼亚。爱沙尼亚位欧洲东北部，西向波罗的海，北向芬兰湾，南面和东面分别与拉脱维亚和俄罗斯接壤。几个世纪先后被丹麦、瑞典、德国和俄罗斯统治过。主土民族属于波罗的芬兰人，第2大族群为俄罗斯裔，官方语言为爱沙尼亚语，另外俄语、英语也是通用语言之一。语言计划呢，我本来是想从圣彼得堡坐车，然后先到芬兰的 Helsinki， 然后再坐船到波罗的海3国的。但由于现在芬兰跟俄罗斯的边境已经关闭了，所以说就退而求其次，只能去爱沙尼亚的塔林了。从这里呢到塔林大概的距离是直线距离啊，是400多公里，然后车费是5500卢布。圣彼得堡的客运站不是很大，但配套还是挺齐全的。2楼呢还是有餐饮区的，这边也是要过安检的。上面就是时刻表哦，对，还有就是这边上厕所是不用给钱的。不是，我乘坐的这一趟呢是一个国际的过夜大巴。可以看到环境挺不错的，而且呢是有洗手间的，然后还有屏幕，还可以充电的。虽然空间不是很大，但也没有顶角，刚刚好。圣彼得堡跟爱沙尼亚比较近的那个关口不开了，所以说现在绕了一个远路，到了更南边，也就是靠近拉脱维亚，就是3国交界处的一个海关。然后现在在这边刚盖完离境站，哇，这个海关有点像停车场，但这边还会停电的。他们2个海关呢都是在一个停车场的，这边呢已经盖完爱沙尼亚的入境站啦。这就是爱沙尼亚的入境站啊。我这边只是办了30天的有效期，所以说这边的行程是比较赶的。一开始办理入境的时候啊，他还是会问很多的，然后问我计划去哪些地方啊，就是旅行计划啊，然后还有一些酒店的预订信息啊。但其实我只订了爱沙尼亚塔林的2天的那个酒店而已啊，所以说他就问的比较详细。后面呢，问到我的职业，我说我是一名 YouTuber， 然后就其他后面的资料就不需要了，变得很简单了，然后就给我通过了。所以说他这边呢，对就是远程工作者啊是非常的友好了。听说爱沙尼亚还有一种签证叫Digital Nomad Visa， 也就是数字游民签证的，但它需要你的月收入是在3500欧元就可以申请啊，其实是比较简单的。但其实像数字游民签证的话，其实在整个世界我有查过资料，好像就是有50多个国家都可以去申请这些数字游民签证啊，包括你像西班牙啊、墨西哥啊，还有马来西亚，还有泰国等等的一些国家吧，都是可以申请的。而且西班牙呢是最有含金量的，而且要求也是比较低的。在西班牙的话，你申请数字游民签证的话，你只需要月收入好像是在2600还是2800欧元吧，然后就可以去申请了。数字游民签证呢，它针对的就是在疫情的时候，很多人那个居家办公啊、远程办公，而且呢，统计现在全球有3500万的数字游民的，
所以说现在整个世界也在抢那些数字游民，所以说这个签证也是比较新型的一种签证，而且你这算是在当地是有居留身份的。经过13个小时，终于来到了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没办法，要了远路，加上在海关上面又浪费了几个小时啊。这里呢就是塔林的客运站呢，还挺现代化的啊。虽然这边是首都，它的面积呢只有160平方公里，人口只有45万。塔林，爱沙尼亚的首都及文化中心，有着波罗的海硅谷之称，隔着芬兰湾，距离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约80公里，面积159平方公里，人口45万。现在是早上7点多，所以说气候还是有点冷的。现在的体外温度呢只有1度啊，接近0度了。我穿的还是不够，先去客运站里面待一会吧。这个候车厅还挺不错的啊，也是一个国际客运站了。可以看到这边的线路是可以到往周边的国家的，像波罗的海3国的，然后还有华沙啊，也就是波兰都能到的。这边过马路呢也是要先按一下的。塔林呢就是欧盟区了啊，这边也是收欧元的。可以看到95呢是1.5欧元一升，98的汽油呢是1.6欧元一升。从客运站呢到我住的地方老城呢，大概有2.5公里左右，我打算就走过去了啊。路上放的这些应该是快递柜啊，然后还有一些公交的时刻表，一些。经理啦，哇，这个位置就在老城里面啊，而且呢还是一栋很有历史的建筑。行李放好了，来附近的一家超市看一下这边的物价啊。这边是靠海的，看这边海鲜价格，像这种处理好的虾仁的话，价格是14欧1公斤。鸡肉的价格部位不一样，价格不一样啊。像这个是4.79欧1公斤，鸡胸肉的话就是接近6欧1公斤，鸡腿是7.23欧1公斤。来看一下鸡蛋的价格，最便宜的鸡蛋是1.79欧10个。很多的调味料，还有珠江桥牌，像500毫升的生抽，价格是2.89欧，可口可乐的价格是1.19欧，瓶装水的价格是0.5欧一瓶，然后大瓶的话是1欧元，橙子的话是3欧1公斤，虾仁沙拉一份价格是5.5欧。在超市呢买了一个电话卡，我买的这个电话卡呢，它是在整个欧洲都可以用的。然后办理的一个套餐呢是有1个月16个 GB， 价格呢是17欧元。我身后呢就是塔林的标志性建筑圣奥拉夫教堂，不是英雄联盟那个奥拉夫啊。它在中世纪呢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啊，当时的高度是有159米的。当然经过几次火灾之后呢，就重新修复了，现在的高度只有123米了。但它依然是老城的最高建筑。从前面的圣奥拉夫教堂大概步行3-4分钟左右，就来到了旁边这个座堂山，这呢也是当时的权力中心。等一下上去就给大家慢慢介绍啊。然后往旁边呢就是这边的一个火车站，我们先上去座堂山上面吧。现在呢已经爬到山顶了，大家原谅我这个打扮啊，因为实在是太冷了。这里呢就是当时的权力中心，当时的权贵呢就是住在这里了，包括主教啊、骑士啊，然后一些贵族啊，包括现在它也是领事馆区来的。我们从上往下看吗？整个老区呢就分成3块的，我们现在站在这里呢就是座堂山，然后再往下面看呢就是老城区。老城区的南边呢，就是一个新开的一个区啊，一共是3部分组成的。当时新移民呢，就是爱沙尼亚人移民呢，就是住在那一边的。像这下面呢，居住的都是一些也是贵族啊，只是没权势的有钱人。在这里呢，是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有一个码头了，在那边是可以坐船，然后去到芬兰的首都Helsinki的。从这边过去呢，大概就是80公里左右啊，大概2个多小时的航程。
この頃涙もろくなった葉が庭先で一つ咳をする縁側でアルバムを開いては私の幼い日の思い出を终于办理好入住，然后洗了个澡出来啊，舒服多了啊！现在呢就在老城区的一个广场这边逛一下。爱沙尼亚的它的人均 GDP 是有$28,000的，而且呢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呢用网络来投票选举的国家，而且这边呢到处都有免费的 WiFi， 非常的方便啊！真的是一个数字科技化的一个国家，给我的感觉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Skype？这个视频通话软件啊，其实就是爱沙尼亚所发明的。据说爱沙尼亚还有一个基本法啊，就是自由上网呢是每个人的基本权益。我觉得应该把这一条呢写到联合国的人权宣言中去的。Hi, can I have your name? Yeah, my name is Mohammed. I'm from Egypt. Okay. Can you tell us more about you? Like what studying here, what doing here? Yeah, I'm studying here cybersecurity. It is best major here. Because this country is very modern, everything you can do online. It is one of the best places to study computer science and specific cybersecurity. I see. How long have you been here? I have been here like 1 month and 1 week. Maybe. So Just 14 days. 14 days. Okay. So how do you feel in Tallinn? The weather is crazy. You can say like raining and sunny and windy at the same time. Like 1 minute it will change. Now it's raining. Yeah, it's raining. Maybe after 15 minutes it will be sunny. Salary here like minimum 700 or 800. 1800. 800. Oh, 800. Yeah. 800 euro. Euros, yeah. It is the minimum. Like okay. The minimum hour, salary per hour, it is like 7 euros or 8 euros to Iceland. Yeah, one semester. 1 semester. Yeah. It depends on what is the major you are studying, but computer science is high and medicine, of course, is high price. Yeah. So if you study some like science, music, and other arts, yes, it would be like 1,500 in 1 year. Oh, 1 year. Okay. Yeah. Oh, it's good. Yeah. Yeah, it's good. Yeah. 终于找到一家银行可以用银联的了，这一家是可以用银联的啊。我这边取了500欧元，然后这边是取人民币是3912.04，然后扣手续费是19.56。刚刚出来这才觉得手冷啊，原来我的手套坏了，以后就买了一个新手套，开价15欧元，然后还价还到10欧元买了。但还是感觉有点贵的啊，接近80块钱人民币了。这个手套在国内的话，可能就是20-30块钱。这里呢有穿短裤的，有穿羽绒服的，真的很难搞懂现在是什么天气啊。来看一下这边 H&M 的价格吧，这应该是比较能反映当地物价的价格了。像这么一条普通的棉裤啊，价格是18欧。一条普通的 T 恤是接近8欧，一双羊毛的袜呢是8欧，看这么写是 Made in Turkey 土耳其生产的。这一款的风衣外套价格呢是50欧。刚才看一下这个是中国生产的围巾啊，价格呢是15欧。这么一件毛衣价格呢是40欧。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晚餐，我在汉堡王点了一个巨无霸啊，哇，真的好大。这一个套餐呢要5欧元。大家早上好，看天色就知道现在还没天亮啊。现在是凌晨6点左右啊，这边是7点半才天亮的。我现在准备离开塔林，前往下一个国家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我在这边呢其实是拍了2天的素材啊，但可能剪出来只有1天啊。因为第2天呢下雨，我本来第2天的行程是想从这里呢去芬兰的首都 Helsinki， 但有下雨嘛，然后船票也没买到，然后后面呢就想着去采访，然后去这边的塔林大学，结果星期天也没有开放，所以说这边的行程太紧了啊，所以说还是要留多点时间来这边探索才行的。那么我们现在就去客运站吧，然后去下一站。
从塔林到里加呢，距离是310多公里，大概要4个半小时吧。然后价格是16欧，但也有便宜的14欧的都有啊。拉脱维亚为波罗的海东岸，分别与爱沙尼亚、立陶宛、俄罗斯以及白俄罗斯接壤，西边隔着波罗的海与瑞典相望，属温带海洋性气候，面积64589平方公里，人口190万。主体民族属北欧人种的拉脱维亚人，与立陶宛人一样，是目前波罗的人和波罗的语族仅存的2支。终于来到了里加啦！里加呢是位于道加瓦河汇入波罗的海入海口的一座面积307平方公里、人口84万的一座城市啊。可能大家听这些数据会觉得，哎，不是很大的城市，但其实呢，这已经是波罗的海3国里面最大的城市了，也是曾经汉萨同盟主要的商业城市。汉萨德语意为商会或者会馆。汉萨同盟指的是12到13世纪中欧的神圣罗马帝国与条顿骑士团诸多城市之间形成的商业政治同盟。客运站出来就是一个市场啊，这边就是老城，就是在市中心了。现在我先去住的地方。欧洲的这些石子路啊，真的也是挺难走的，很多都是凹凸不平，而且呢很容易崴脚的。前面呢就是自由纪念碑，是纪念1918到1920年的独立战争的。可以看到上面的少女啊，捧着3颗星，面向着西方。上面那个3颗星呢，就代表着这边的3个地区。到住的公寓呢，这边是共享厨房，然后洗手间、卫生间的。这里就是我住的地方，一个单房，然后价格是160人民币，还不错啊。现在行李放好了，来老城区逛一下。我先去见一位在这边生活了很多年的一位频道的观众啊。Hello， 卢卡。你好，你好。终于见面了。是。这是你在老城的一个房子啊。对，是。2013年的时候买的。我之前大学是在瑞士读酒店管理。对。后来毕业了就来这边。哦，它这边过道它都有那个暖气。对，这是老式的。这栋房子啊，1901年的时候造的。主体建筑3层楼。刚才我们在外面看5层楼，对吧？上面的2层4楼、5楼啊是苏联时期。哇，苏联时期就是对，所以1910年。二战之后嘛，二战之后的时候改建的。对。他们那时候就为了解决这个就是居住方面的这个问题。是。这个整个老城都是属于是历史保护。5层楼走了怎么样？还好，还可以啊。那还不错。好。对。进来吧，没事。以前我们住在这边的时候啊，不锁门的。哦，不锁门的。因为非常的安全。71平米，这边是厨房。哦。这个厕所对吧？然后这里面就是这个客厅。哦，客厅挺大的。对，而且蛮亮的。今天当然外面天气不错啊。对，就是在这边的话，因为在北方地区啊，冬天的话非常冷，非常4点多天就黑了，所以这个房子要亮是非常关键的，对，非常关键，不然的话冬天会很抑郁，对，很难受的。然后这里面就是房间，这比较大的一室一厅的。一室一厅啊？对，这比较大的一室一厅。70多平方就一室一厅啊。就这样子。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OK， 就是就可以往外看到这个。刚才你从下面走过来嘛？对。我开下窗啊。对。哦，还可以开的。对，开下窗。OK。哦，这通风也很好啊。那左边再往前走，那就是总统这个办公的。1个月工作，税前拿到2000欧元，你税后可以拿到1400不到一点，那就是1370、80这样子。
差不多30%这样的税，里面包括了这个医保的啊，就相当于是它其实这种体系，我觉得说还是比较像，不能说社会主义啊，就是说有这种感觉吧。对，其实瑞典也是这样啊，因为我住在这边呢，之前的那个有一个女的房客，她是拉脱维亚人住在这边6年，她住的这房时间比我住的时间还要长，她后来就是离开这边到了瑞典，她跟我说。在瑞典其实也差不多是这种医保体系。拉脱维亚族的人他们比较内向。2013年的时候，15万欧元，现在我买下来。目前的话，从银行的角度上来说，也是这个价格，但是也是这个价格，但是也是有价无市，因为我也想卖掉。我可以跟你这么说吧，去年12月份的时候，我付了378欧元的这个账单，就只是这个天然气啊。之前我付多少钱？我可以跟你这么说，我刚来这边的时候是57，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们这个签的这个合同就是说是固定的费用1个月，但是战争开始了之后呢，暖气公司就怕人家付不起啊，每个月要叫我们提交一次这个读数，就是天然气这个表的读数要提交一次，当然是自觉的啊，你可以提交的少，但是没必要这么做，因为你这个还是要你自己付。我今年夏天7月份的时候收到这个水费的账单也吓死我，跟我邻居马上就是发消息说。你有没有收到同样的信息？涨了3倍，就是一下子这个水费涨了3倍。我们之前就付大概30多欧元吧，现在的话就是100欧元。他们小镇贴出来这个广告，招聘广告，清洁工，税前700欧，那税后多少呢？那基本上就是在500不到一点，就是490多。他那个征税，他没有一个起征点，没有的，没有的，就是基本上是差不多。他还要征税啊？还要在这样子，那就500多。好，那这样你到手就是500。这个帮我看病的家庭医生基本上是5年本科毕业了之后就出来做这个家庭医生。税前我记得是1800，因为医生作为在很多国家来说，这个医生的这个工资不会低的，就算你是没有经验的，不可能低的。是。这是非常的震惊的。其实还要再说到我这个同事，他有一次他说我在这个 Lidl， 你知道这 Lidl 是最近新开的这个超市，就是非常低的价，就是买东西比较实惠的。他去结账的时候看到了他儿子学校里面的老师在里面做收银员。关于房产税，就说这套房子啊，对，就我们看到这套房71平米，对，老城是在历史保护区里面的，对，产权是永久产权。对，但是呢，就是每年都要付房产税，都要450欧的房税，就是这个71平方的。这个就是瑞典妈妈？对，就这个。哦，这叫瑞典妈妈。你这个反应我觉得很正常。为什么？因为呢，我记得有一次，我那时候是刚来的第1年还是第2年，对，有一个西班牙的游客，他一看到这个。第一个反应跟你是吧？但这个呢，其实确实是这边一个，因为这是很早以前他们建造的这个建筑。对，什么意思呢？这个对，以前的话呢，是一个兵营。兵营。就是你知道士兵的话，就是住在这边的嘛。这是个古城墙。对。你看这个像这个像那时候保留下来的。这个古城好像是有800多年了。是。我记得有难民潮的时候，对吧？这边有我的一些同事就去这个抗议，对，抗议什么就是不太希望难民过来后来其实那些难民来了之后，过了大概1年多2年吧，就是他们就没有在这边住下去了，他是走，所以说这边也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了。其实他们是会到西欧比较多一点，因为那边的福利比较好。你知道这边的话，这个相对来说福利是比较一般的。前面就是重头戏了，就是刚才我们走过的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不能这么说，叫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这个领事馆。斯洛伐克。对，上面还有瑞士的这个。是这一栋吗？对。你电车可以在这个市中心随便什么地方不要付钱的，免费停。就是电车才可以。只要这个地方能停车，不管它是写你一个小时应该付3欧还是2欧，你都可以免费停。这边就是他们的国会。这边就是国会啊。这边有他们的国会。就感觉办公地方不是很大不是那么显眼。
不是非常的怎么说呢？有气派啊。对。但是实用可以了，可以能用就好。有没有这个穆斯林可以就是说礼拜的？对，有没有呢？没有，是没有的。但是这边只有新教跟东岸教比较多一点，比较就势力比较大。哦，东正教比较多一点。对，那有没有穆斯林在这边打工呢？因为我在爱沙尼亚是有看到有的。我之前有个同事是埃及的。这里呢就是老城的最中心点了。给大家环绕一圈。这边的建筑感觉还是有一点那种西欧的风格呀。这边是市政府。市政府。里加最大的教堂，圣彼得教堂哦。它这个中学是到高中还是就到高中的？这么看挺梦幻哦，一个前苏联的，然后一个比较现代的。对，是。对。这种电车它在斯洛伐克也有。东欧很多国家都是还用这种电车。对。其实坐上就感觉并没有那么差。What's your major? What study? Computer science. For normal people, the salary can afford to the necessarily the food in here. I mean, in my opinion, the salary is okay. You can survive. That's okay. You can survive here. It's nothing special. There's nothing like that great about it, but it's also like nothing bad. It's very like middle of the range. How to say thank you in Latvia? Paldies. Bye bye. Those are the two options, either ata or uz redzēšanos. The ata is more like less formal, while the uz redzēšanos is more formal. 大家早上好。其实我已经在这边逛了1个多小时了，本来呢想找一些当地人来采访一下，结果这边人都比较的害羞内敛啊，很少有人愿意上镜的。有2个大学生他愿意上镜，但是呢都不能回答一些深的问题啊，只能浅的一些问题。那么今天的行程我就决定离开这里，然后去拜访一下Luko 住的地方呢，距离这里大概就是50多分钟的车程的一个小镇啊。那正好我们可以来探索一下这里的小镇。在拉脱维亚坐公交车呢，大概价格都是在1.5欧左右啊。但我坐的是城际之间远一点的，大概是2欧。城际间的巴士还挺舒服的啊，有暖气，挺暖和的，有时间显示。下车了，没想到这个小镇的配套还挺完善的，可以看到这边还设置了这些垃圾袋、垃圾桶，专门给养狗的人士用的。就这边的幼儿园是一个4个，是右边这个。OK。我朋友的小朋友。这基本上就是镇的中心了，到了基本上。基本上我们说。这镇中心。差不多。对，镇中心，就走路5分钟。那边是家庭医生和这个一个抽血的那个实验室，这边有些饭店。那我们是这边还是先回去，然后？对，你看怎么样？都行啊，看你们。那要不我们先回去吧？好。然后这边是一个超市，这边是小学，这个小学中学了，这个是小学和中学在一起的吧？他这个投资大概1个亿的欧元，我朋友说的，我朋友也是在这个小镇。这个小镇投资那么多啊？对，因为说这边好像人还蛮多的，这边学生还蛮多的。1个年级10个班，1个班40多个50多。对，那跟我们那时候其实国内差不多的，就是他们镇政府，就这个。这个是有多大呢？占地面积？2000平米。后面还有一个。从开始到3年。3年时间，哇！但真正建大概1年。建材都是在当地采购的。俄罗斯地方是森林用地，我们把它完整的这个保留下来。建造成本是20万，然后地是4万，对，那就24万对，24万这样子，差不多。对，房子里面的装修，这是宜家的，我直接就说这是宜家的。宜家的。这是宜家的，对，很多都是很简单的，也没有做什么柜子啊什么的。你做成这种开放式的厨房。对，然后这里面就是锅炉房，这里面就是锅炉房，就是我们放一些其实平时不用的一些东西。为什么叫锅炉房？因为这个东西就是
这个也很贵，这个东西也很贵，这个东西是给这个整个房子加热。然后热水、地暖什么的，很简单啊，因为我们其实也习惯了这种，对，东西很少。有的时候我去打枪，就是会可能就是穿一件，这种东西啊，就只能自己玩玩，在家里面。在这里也是有可以办持枪证的吗？对，可以买枪的。看一下这个国家的社会保障吧。医疗上来说呢，就是说永久居民跟这个国民啊，可以享受他们所谓的这个。公立医疗，免费医疗，不是完全免费。你比如看一次这个注册的家庭医生是2块钱欧元，还有一个比如说X 光片，对吧？这些的话也可以用公立的医疗是4块钱欧元。如果你要做一些比较大的手术，或者说一些比如说癌症的治疗啊什么的，这个也是国家会保，但是跟西欧比肯定是相对来说。不怎么那么理想。这边的居民，他要是可能在这边的医疗条件没那么好，他去到别的欧盟国家的话，有没有什么补贴？这个问题非常好，是这样子的。包括我们，包括这边的当地的居民，就是公民啊，都有这个欧盟的医保卡。欧盟医保卡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是，如果你在另外一个你不常住的欧盟国家旅游。或者说短期的工作、短期的生活，遇到了一些比如说紧急的这个问题，身体上的问题，那么你可以享受跟当地国民同等的这个待遇。如果它是免费，你就完全免费；如果你要付，比如说一点点钱，那你就付一点点钱，是这样子的。但是这不包括说癌症，就是说你得了癌症你不可能过去，为什么？因为这不是紧急的，这是慢性病。失业保险说一下这个。是你可以拿你税前工资的50%，这是最低的一档。这个镇中心这边的一个可以说可以买东西的地方吧。购物商场吧，非常多的这个北约的士兵来这边这边消费，他们主要是来这边，就这个地方，不是刚才我们去的这个镇中心里面，主要是这里。这里面就是说卖一些户外的，什么都有，钓鱼竿什么都有。我看他有卖猎枪，是真的吗？还是假的？这个的话，有真有假，有真有假的。然后还有卖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叫，中文应该叫防狼喷雾是吧？就是胡椒粉喷雾、辣椒喷雾剂。对，这个在这边是合法，完全合法的。16岁以上的人，所有人都可以合法拥有。这是拉脱维亚比较传统的一种餐厅啊，类似自助餐，然后有沙拉，然后有反正各种类型的菜品都有啊。然后这边选好坐在这边买单。来尝一下，这个是拉脱维亚当地很传统的，这是米饭吧？我也不知道，我试一下。这边的烤鸡还是不错的，但它这肉其实是挺嫩的，对，它是不柴的。我们2013年刚来的时候，我们会觉得 Lidl 是比较便宜的但现在不是。像我这么吃一份这样套餐，大概是要花多少钱？10块钱。对，一个工作餐要5块5，然后以前可能就3块5。它涨得很厉害不过这个汤真的好好喝呀，跟俄罗斯的还真的不太一样香肠。这个香肠肉。做服务员的话，大概是什么样的收入呢？基本上6欧左右吧，5到6欧吧，就是税前。5、6欧是什么意思？1个小时。临时工，因为他这边只招临时工为主。你看，比如说像这个清理盘子的、结账的，对吧？这个收银员。厨师可能会稍微高一点点，也就是7到8欧吧。如果是全职的话，那基本上也就900欧元。900欧。最后，我们来镇上的一个超市看一下。好有派啊！这个是，来我们看一下，看写了拉脱维亚语，你看到没有？是俄罗斯生产的。对，你看俄罗斯生产的。这边还是有很多俄罗斯货的那很划算2.66欧。所以我说嘛，这上面写着的俄罗斯生产。价格是1欧不到。多少？价格是0.99是吧？这边其实对俄罗斯货还是有点依赖的价格比较实惠。这个也是1欧不到。这是肯定的，对不对？对。你不可能说脱离这个一下就脱离了。你看，这也是俄罗斯的，这也是俄罗斯的。这边又有乌克兰的，是1.66欧更便宜。这个是乌克兰做的，这个也是乌克兰的。对，我买过一次，这还可以。1.5欧，这个还可以的。这里好像没看到有中国生产的。中国
生产的，真是没有。没有看到。我跟你说，这个其实大家之间的交流这个上面是不多的。有什么你不喜欢的地方吗？为什么会不行的？不喜欢的地方其实还是人文。总的来说，我觉得欧洲啊，肯定有人会有反驳我啊，但是我觉得说，我是非常坚定的，我对于这个观点，欧洲人总体来说他们是冷漠的，总体来说，你去了这次你就会知道 ，OK，瑞士特别的冷漠，而且瑞士我记得之前好像是被评为过，游客最讨厌的，就是说最不喜欢这个的国家队，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不是官方的统计，肯定是他们就是随机抽查的。那你觉得他们那边是有歧视的？是有的，我觉得肯定是有的。我们那次去旅游，而且我觉得非常不舒服，非常不舒服，我觉得非常的不舒服。这个人没有耐心，对你粗鲁，对，因为我们是游客嘛，很多时候我也不太清楚某些规矩或者什么的。他们说话就是带着一种就是那种像教训的那样的口吻。我在我们也去过很多国家，对，很多国家没有这样，没有一个国家是像瑞士这样，所以这段一定要录下来啊，一定要放出来。当然也许我们碰到人不好，对，可能啊，你可能，但是你知道我在瑞士住了3年，是吧？我在瑞士住了3年啊，瑞士的小镇里面可能还稍微好一点点，但是变汤不换药。我不建议没有去过瑞士的人，要花这么多钱去瑞士。他的酒店，是绝对是比较糟糕的。酒店很糟糕。瑞士的酒店管理，是没有的，这是吹出来的，好吧？这个一定要放出来啊！你可以骂，你如果是去过瑞士的话，你如果是在瑞士赌过酒店管理的话，我告诉你。这个是这样，因为我自己我也是去瑞士赌过酒店管理的啊。对，读书的。我们也去瑞士酒店，好的酒店、差的酒店都住过，没有一个是好的，没有一个可以说是能达到目前那个时候国际标准，没有，可以说是没有。4星级酒店，他连这个牙刷都不能供应，就问他淘汰也没有的。他就是没有，他就是没有。我认为这是有可能是环保吧，对吧？是这样子的。那你像你这么分享，其实越往北的人可能对外来人还是有一点偏见的。就越往北欧洲来说的话，不是吧？就只是瑞士跟芬兰吗？我觉得说，其他的欧洲国家，多少都有一点，也是变汤不换药，对，也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说像德国，他们带有一点高傲的。瑞士，我真的很肯定的可以说，我不会去的，我不会去那边长期居住，我旅游我都觉得我不建议。冰岛，我觉得说我是可以再去一次，但是冰岛人也不怎么热情啊，这是对的。但是就是说，我举个例子吧，我们2个有一次在这个阿克雷里是冰岛的第2大城市，也是海港城市。我们去吃晚饭，我爸妈走在后面，我们2个就走得快一点，走在前面，因为我们认识路。好，然后我们走进去了之后，我们就坐下来，然后我去问应该是不能说服务员，他不是服务员，他应该是老板，不管怎么样吧，第一句话没有打招呼，他说那个是给这个4个人坐的位置，这是冰岛式的这个问候，好吧？所以我在想，你看连最基本的礼貌都没有，是不是？我说，你不光是不管我们是游客也好，不是游客也好。最基本的是以教训的口吻，对，是最基本的。我们说一个礼仪问题，你要有吧？就是说，带有看不起，不是我自卑或者怎么样啊。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是就是，所以我昨天也跟你说，有人比如说想要从国内出来说国外好或者怎么样，对吧？你一定要出来看一下，我觉得说。你一定要出来看一下，要和当地人深入接触。对，一定要深入接触，不是浅的。对，工作、生活要深入接触，看到的越多，其实你会就感觉越不一样，其实感觉越不一样。很多东西不是他们吹的那么好的，就是说对，就是你发觉到最后就都是人一样，对，都是人，是一模一样，有虚伪的，是功利的，对，他们只是说我发觉就是他们和。我们亚洲人或中国人比他们擅长演讲，对，他们的那个渲染力啊，这个东西啊非常好，能言善辩。是。
大家早上好，这几天呢都是摸黑起来赶路的啊。今天呢就要离开拉脱维亚，前往波罗的海三国的最后一个国家立陶宛的首都 Vilnius。从这里呢去 Vilnius 距离是有300公里的，我买的车票是16欧元，然后大概要开4个小时左右吧。那么就去赶车吧。我们现在先去客运站。立陶宛自古以来波罗的人部落的居住地，曾与波兰结缔卢布林联合，成立波兰立陶宛联邦，但被沙俄打败并被占领。现今国土面积约 6.5 万平方公里，人口280万，与拉脱维亚同属北欧人种。现在已经到客运站了，可以看到6点多已经很多人了。可以看到这边的时刻表都是密密麻麻的，而且是到往欧洲各个地方都有啊，柏林啊什么地方。我是要到的是这里啦。这里呢虽然有些地方是用了英文啊，但最可恶的是它的那个地名啊，它没有英文显示的，用的是拉脱维亚语，我找了半天，然后用的那个翻译机翻译才知道，这个就是我要去的 Vilnius。哇，这车站还有自助的披萨机啊，是真的从和面开始的啊。看下价格是接近5欧一份。波罗的海三国我坐的都是这个公司的大巴。经过4个小时，终来到了立陶宛的首都及最大城市 Vilnius。这里的人口呢是有58万，面积呢是402平方公里，而整个立陶宛呢是有280万人口的，而面积呢是6.5万平方公里。别看了数据那么的小啊，而它呢在14世纪的时候啊是整个欧洲最大的国家。维尔纽斯，立陶宛的首都及最大城市。为内里河与维尔纳河交汇的盆地，面积401平方公里，人口58万。其位市中心的老城始建于公元13世纪，也是东欧国家中面积最大的老城之一。可以实时打招呼的。这是屏幕的背面啊，这讲的就是整个世界啊，通过爱连接在一起，一直在直播哦。现在直播的这里是美国啊，它是过几分钟就换一次的，它不是固定的一个地方的。在波罗的海三国都有看到一些新老不同的交通工具混合着用的，这一看就有点像前苏联时期留下来的交通工具了。现在呢，已经走到了老城啦。前面这里呢，有点像剧院一样的地方啊。其实呢，它是 Vilnius 的市政厅，这市政厅建的还挺气派的。Goodbye, my almost lover. Goodbye, my hopeless dream. I'm trying not to think about you. Can't you just let me be? 这个公司就是欧洲版的滴滴 Uber 啊。它的总部呢是在爱沙尼亚的，它的业务呢是覆盖了40多个国家的，而且它除了像这个租赁的业务之外呢，它还有什么叫外卖啊、打车，非常多的业务的。其实欧洲也是到处都是摄像头的。到住的地方呢，这里呢是自助办理入住的啊，这边是厕所，然后这边呢就是厨房，公用的。然后我们上去看一下房间吧。我住的地方在4楼，还挺累的。可以看一下，这个房间还挺小的啊，像这么一个不带卫生间的房间，价格呢就要170人民币一个晚上。大家猜一下这个地方是干嘛的？非常的像欧洲的宫殿啊！我数到3就公布答案啊！1、2、3，这呢其实就是坐落于古城中央的北欧最古老的大学，Vilnius University， 它呢是创立于1579年的耶稣会学院。这就是学校里面的教堂啊，
哇，非常的气派雄伟，而且那些雕刻也是非常的精致的。听说以前的教堂下面呢就是一个墓地啊，然后看了很多那些电影啊，然后在教堂下面呢有可能就是那个吸血鬼啊，真的好想把这个门拉开看一下。这是什么音乐？听起来有点诡异的。这个教堂还举办丧事啊，刚好刚才进去看了一下，是这位女士的一个追悼会啊，而且棺材还在里面的。从那个主广场走到外面来，这里它也是属于校区里面的，其实非常大的，不是像我们刚才看那里那么小的，而且可以看到现在还有学生在上课的啊。My bed is turned on you, showing on you to break me hearted. Almost lovers always do. 由于我没做功课啊，我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些景点的名字吧。这里呢就是 Vilnius 大教堂，在它旁边呢就是立陶宛公国的宫殿啊。在上面那座山上面呢，就是格基米纳斯要塞，下面这里呢就是格基米纳斯骑士的雕像。可以看到这个雕像啊，跟我们中国古代的士兵长得很像啊。从正门进来，这里就是宫殿的内部了，感觉肯定是翻新过的。这里面跟俄罗斯一样，也是可以存放那个外套的。我现在去买票。整个宫殿呢改造成一个博物馆啊，就是历史跟现代的结合，其实非常的现代化，但又保留了很多古建筑啊。这里呢一张门票是12.5欧。终于走到6楼了，这个门票虽然贵啊，但这个博物馆还是非常大的，非常的值得来逛啊。这6层都有东西看的。现在在塔顶，视野就很开阔了。给大家环绕一圈吧。对面就是老城，学校就在那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呢就是那个城堡。波罗的海三国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可能在立陶宛这边的视频可能会短一点，因为我在这边只停了1天，明天我就要去波兰了。毕竟波罗的海三国其实所有的景点都大同小异啊，所以说我去了前面2个，这个呢留下的时间就没有那么多了啊。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下视频呢我们在波兰见。嬉しくて泣くのは悲しくて